咱们再来聊聊这一台赛克隆的旗舰车型 RX6。那么其实它并不是一台 ADV， 也不是一台拉力。赛克隆官方指出来 RX6的定位其实是一台多功能的车型。那么其实我们从它前面配备的17寸的铝合金轮毂上面，其实也能看得出来，它并不是特别的擅长于去跑非铺装路面，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非铺装路面通过能力的，就是一些简单的非铺装路面的通过能力。那么在我们实际骑行的时候呢，会发现这套减震它其实是更多的偏向于公路行驶的，特别是对于我这个体重的选手来说的话，它的减震调教可能是有一些偏硬的，但是另一方面带来的好处就是它的减震的支撑性是比较强的。我们在公路压弯的时候，它在弯中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支撑性。不过好在高配版本的 RX6 它提供的前后减震均具备可调功能，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体重来调节避震的阻尼以及预载、低速、掉头项目。从这个项目中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RX6 它的车身的低速灵活性以及可控性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就拿数据说话吧，这台 RX6 它的最小转向半径仅为4.2米，甚至比一些小排量的挡车来的还要小。就这台车最大的关注点就莫过于它搭载这台发动机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赛克隆 RX6 搭载的这台代号为 ND60的发动机，其实是源自于诺顿的那台 V4 发动机的。那么无论是我们从数据上还是从实际体验上来看的话，这台发动机的动力都是非常充沛的，它的最大功率是做到了52千瓦。实际骑行中也可以发现，这台发动机无论是低转、中转还是高转速区域，都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动力支持的。不过这里的话，我们也得说关于调教上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台 RX6 在低转速，就是特别是我们刚松离合的那个转速区间，它的动力输出不太平顺，车子会比较容易发冲。那么这一点的话，其实对于新手是不太友好的。但是只要过了那一点之后，它整体的动力输出的可控性还是比较高的，档位是非常清晰的。档位行程也是比较合适的，不会过长或是过短，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干净利落的档位反馈。它也是搭载了滑动离合的，这套滑动离合的感受其实是比较好的。不得不提这台 RX6 车身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配置了，那么就是我们在车辆的仪表上可以实时的看到车辆的倾角，也就是我们压弯的角度，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。在国产的摩托车上，这个应该是首次配备的一个功能。那么，不过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，仅可能只是一个陀螺仪，并非 IMU 系统。这台车的坐高数据是820毫米，但是它的坐垫其实是有刻意收窄的，所以是比较方便我们落脚的。那么按照正常身高来说的话，基本上1.7米以上的骑士驾驶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么身高不到1.8米，实际168的我来先给大家做个示范。那么我坐上去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单脚的大半脚掌着地这么一个状态，反正对于我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目前为止，这台车的售价的话是一个48800到一个51800元的这么一个售价。从车辆的骑行感受来说的话，它确实算得上是赛克隆的匠心之作。那么对于这个售价，你觉得贵不贵呢？